你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，根本不配为官。该怎么当官，还轮不到你来论。像你这样的愣头青，即便登科，在官场上也活不过3天。还是回乡卖面去吧。 龚小姐，关于楚启儿的死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这案子都结了，还来找我们家小姐做什么？你究竟与谁合谋杀害了楚启儿？那儿撒在案具中的胭脂，是你给凶犯做的标识吗？那种胭脂没有添加明矾，在场只有你一个人有。你究竟与谁合谋？为何要杀害楚启儿？ 杀他也不是我的本意，是楚启儿他欺人太甚。起初，我与楚启儿一同竞争入画资格。那日训练结束，他说有事要与我商量。马上便要比试了，你要不要考虑退出，来给我伴奏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退出？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家那老尚书都快致仕了，你还跟我摆什么小姐架子？平日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见了就恶心。我倒要看看你若是失了真，还怎么故作清纯，炫耀才艺。那件事之后，我终日躲在房中，以泪洗面。楚启儿要挟我，要将此事传遍京城，我怕极了，只好答应退出才艺比试，为他伴奏。可我心里也对他恨极了。 求求上苍降罪于他，让他堕入无间地狱。世上坏人那么多，苍天哪儿管得过来呀？你是谁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你那么恨他，为什么不除掉他？苍天帮不了你，我可以。 真的吗？他是谁？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他只是告诉我，比赛当日，在安渠口扔下胭脂，引他过来。你被楚启儿欺凌，固然值得同情，但是彼时你与凶手同谋，致使楚启儿中毒身亡，一事共犯。 你还是跟我去刑部自首吧。且慢！你先回去，不要与此人纠缠。蓝大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已经帮了我许多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楚启儿欺压梁山，草菅人命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蓝大人，我已经铸下大错，这几日我着实良心不安，夜不能寐，这才离开你府上，想回去与祖父道别。 便去自首。你若不反抗，
难道就任由他欺压？这才不是道理。可是我知道你很自责，但是你想想，老师一生清廉，德高望重，眼下即将再遇之事，因为楚启儿这样的人而染上污名，值得吗？况且老师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失去你，他如何了度余生？蓝大人，你一番义正辞严，敢说真的是为了宫尚书吗？案发后，你得知是宫小姐与凶犯同谋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让人去取胭脂盒，所以案区冒出了火光。之后，你又处处阻挠我查案，还将宫小姐藏在府中。你怎么认定，都无济于事。玉珍不会认罪，你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你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，根本不配为官。该怎么当官，还轮不到你来论。像你这样的愣头青，即便登科，在官场上也活不过3天。还是回乡卖面去吧。至少我心中坦荡。大人呢？敢说心中无愧吗？蓝大人，宫尚书在书房等你。玉珍现在何处？老师不必忧心，学生已加派人手，全力护小姐周全。你这么做，是为了举荐的奏书吧？礼部尚书一职，学生志在必得，但我这么做，也是为玉珍着想。她虽是共犯，罪不至死，但是身老大狱，流放边境，她一弱智女流，如何承受得起？玉珍前阵子茶饭不思，常常神情颓丧。我若过问一句，或许不至如此啊。老师不必自责，学生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此物便可永远消失于人世间。当年令郎任幽州刺史，因揭露太傅与夫人双双殒命，只留玉珍孤身一人。倘若他们知道玉珍遭逢此事，在天之灵如何安息？老师，如今此事大可转圜。只要您退一步，不仅可以保证您的清誉，也可以让玉珍全身而退。
言罪是非，并非君子所为。玉珍是我的孙女，她犯了错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愿陪她一同受过，即使遭世人唾骂，那也是我龚颂明该承受的。原来蝇营狗苟者，到头来为兰娟一人儿。西路蝉声茶，南关客思亲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玉心？兰兄，这是你父亲在狱中的明智之时。他若知爱子如今是此等模样，会是怎样的感想？你父亲在狱中遗失明志，满腔忠愤溢于言表，直至问斩，也未向任何人透露实情。您与家父既是知交，为何他从未向我提过？正因是知交，怕别人构陷结党营私。那这10年来，为何您从未向我提过半字？为何不告诉你，甚至不肯举荐你？都是受你父亲之托。我还有最后一个不情之请。兰兄，请讲。我呀，死不足惜，但是我放不下我儿兰泉。兰兄，兰兄，你放心，我定当悉心照料，将他视如己出。他是罪臣孽子，收留他会与你不离，只求宗明兄能暗中相助，留他活命。兰兄，兰兄，请起。记得让他永不入室。20年前的那天，难道救下我的那个人是你？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叛贼问是谁？飞猪集市口。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叛贼问是谁？飞猪集市口。白国贼，他们冤枉的。咋了？他被冤枉的。爹就是叛贼。他被冤枉的。住手！切莫再提为父申冤之事，好生活下去。我的本意是让你忘记过去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
你帮我看家护院，我给你付点工钱，可比你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得多呀，如何？夜里灯烛管够吗？行，管够。好。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。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。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走吧。而你又才华出众，竟然排除万难，高中3甲。我知道，你费尽心思要当礼部尚书，就是要去南洞，替你父亲洗冤。这些年在礼部，我一直对你冷眼相待，我就是怕你升得太快，会为你父亲陷入险境。你父亲的嘱托，我一件也没有完成。他让你活着，我却要你活成今天的模样。他让你不要入仕，可我却眼看着你在庙堂的漩涡里苦苦挣扎，竟逼得你违背本心，误入歧途。兰兄，宋明有负你的嘱托，我再也不能护着你的血脉了。今后的路，让他自己走吧。大人，于真是抓是留，都由老师决定。我这里到此为止。那礼部尚书之事，另求他法吧。
旭东，你记得把于真送回公府。是。蓝大人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小姐失踪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姐收到一封信，说是要约她谈命案的事。我说别理会，小姐非要去，说是可借此让真相大白，便和我偷偷去河边僻静处赴约。那人不让奴婢上前，奴婢便在远处等待。可是我等了许久，又听到小姐呼喊起来，我过去一看，人就不见了。糟了！事情的经过便是这样。你还把我当兄弟吗？要不是龚玉珍被劫走，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？这种脏事儿，我一个人沾手便足矣。可惜我这般不择手段，却将真正爱我护我之人伤得最深。好了，为今之计，先抓到凶手再说。放我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张平，张平，王大人不能进！孙神医的死状你们听说了吗？和楚启儿一模一样。孙神医，怎么回事？宝山潭孙神医前几日离奇身亡，死状也是浑身僵硬，皮肤灰白，有皲裂的痕迹。看来凶手想杀的不止楚启儿一人，可蓝大人却为一己私利耽误了查案。人又不是佩芝杀的，他也想找到真凶，不是？要不是他护着龚玉珍，误导查案方向，真凶也许早就落网了。张平，之前欺瞒你、误导你，确实都是我的错。但许玉珍已经被凶犯劫走，眼下生死未卜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尽早可以破案。是啊，就当你之前都查对了，咱们俩继续比试。但凶犯连杀2人，或许还会向更多人下手。为了避免再有人受害，我希望和大人一起把案子尽快查清楚。此毒极其诡异，要想抓住凶手，还要从毒本身查起。楚启儿和孙神医的遗物都在这儿了。既然是中毒而亡，这里或许有蛛丝马迹。我不需要蓝大人的帮忙。张平，佩芝是为了你行方便，你还埋怨上他了。蓝大人行得方便，屡屡使我误入歧途，我不如不要这方便。这不是孙神医还未写完的那部辩证集吗？这一篇虚有问题。落款盖章讲究的是上扬下阴，阳为姓名，阴为字号，且中间要空出1章大小。但这2章都是阴章，还紧挨着。这印章上残留着一层红色粉末，这不会有毒吧？果然有毒。凶手将其覆盖在印泥上，下手极其隐蔽，不致引起孙神医警惕。盖2个印章，是为了让印泥的面积更大，藏下更多的毒粉。翻动树叶时，毒粉被打散飞出，孙神医因而中毒身亡。没错。搜山觅海，博采万物，善变之用，医者之人。花开现世，得见因果。这凶犯做事还做全套啊！序都替孙神医写好了，但是这最后一句的含义，似乎又与前2句对不上。难道凶手想暗示什么？花开现世。
这个莲花我查过了，没毒。我听现场人说，楚启儿跳舞的过程中，这个花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开，然后楚启儿便僵硬暴毙。毒药是红色的，既然可以藏在印泥中，也很可能藏在这红色花蕊里。毒从花蕊中散出，楚启儿吸入，中毒身亡。这应该就是花开现世，得见因果的意思。这凶手还跟咱们玩猜谜呢。拿支笔。好像是“阴极贴”3个字。你方才拿的这本古籍是古墨国的风物志，这里有一些志怪故事。我对墨国的文化有些涉猎，若你拿了太多的古籍，来不及看，或许我可以替你分担一些。那这本你先看吧。怎么有线索？是不是有线索？这里记载了阴极天的传说，称在古墨国建国时，阴极天派出麾下6位圣贤下界，共同教化世人。6圣贤分别是一圣翁乌勒，为神鸟所化，可解世人病恶痛苦。5圣阿那日，舞姿曼妙，教人以舞蹈传递情谊。智慧之圣末日根，有4头8匹，传授世人智慧。农桑之圣赞桑，为蚕所化，教会人们农桑纺织。典狱之圣乌有，头戴树冠，审判世间罪恶。还有乐圣罗纳简，擅长各种乐器，为世间带来福音。怎么听着奇形怪状的？等等，前2个有蹊跷，一个能解救世人病恶痛苦，孙神人就是当今治病救人的高手；一个舞姿曼妙，楚启儿在舞者中就是翘楚。你是认为凶犯是按照6圣贤的特征在下手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下一位圣贤是谁？末日根。传说他有大智慧，与常人长相不同。他有4个头，而且长相一模一样。4个头，一模一样。这无名阁，无名阁的封家4贤是京城最负盛名的才子，而且他们是4胞胎。4胞胎。先生，先生，近日阁内有幅画轴被人损坏，先生们都在闭关修补，都没有出来过，怎么会出事啊？血腥味儿。
速去刑部报案。